系統徹底繃不住了，大哭起來。完了，我怎么找了你这麼個滾刀肉來？我的任務肯定完不成了，年終評優我怎麼辦啊？我沒再搭理他，我以為這事兒就到此為止了，沒想到在進宮時卻被一個小丫鬟叫住了。公主殿下，娘娘讓您去見她。我認出這是蘇貴人身邊的婆子，蘇貴人是女主的生母，她原本只是一個侍女，被醉酒的皇上寵幸後有了女主，才被封為貴人。一個貴人自然不可能親自撫養公主，好在女主長得可愛，被皇後一眼喜歡上了，從此即在皇後膝下撫養。按理說，一個貴人敢這麼指使公主，簡直是以下犯上，若是被皇後知道了，是要被嚴懲的。也是女主性子軟弱，才會對蘇貴人如此容忍。事實上，蘇貴人對女主根本沒什麼感情，甚至厭惡因為女主不是兒子，無法母憑子貴，對女主心懷怨恨。她一直利用女主索要資源照顧自己娘家人。蘇婉柔就是蘇貴人的侄女，也是她為了給侄女找個好人家，才讓蘇婉柔住在公主府的，還命令女主好好照顧她。本宮乃是嫡公主，豈有去見一個貴人的道理？我沒停步，繼續往前走。婆子大喊：公主怎麼能這樣？貴人乃是您的親生母親，莫非您連母親都不要了不成？我回頭看了婆子一眼，婆子神色不服，直勾勾地看着我。其實我不想殺人的，但顯然這個婆子已有取死之道。婆子神色不服，直勾勾地看着我。她跟了蘇貴人很多年了，平常也把自己當成半個主子，對女主這個公主全無尊重。我懶得多說，擺擺手，杖斃。這下身後的丫鬟嬤嬤都動作迅速起來，一句廢話沒有，衝上去就把那婆子按住了。婆子驚呆後哭天喊地：我是你母親的身邊人，你不能殺我，貴人知道了不會放過你的，放開我！一個婆子都敢這麼對我說話了，可見原身到底有多懦弱，居然被奴才騎到頭頂上欺負了。嬤嬤左右開弓給了他幾個耳光，扇得他面頰紅腫，嘴角流血，隨便抽了不知道什麼塞進他嘴裡，他嗚嗚不能出聲。正鬧得熱鬧時，蘇貴人急匆匆來了。你在胡鬧什麼？還不趕緊把香兒放開！他以下犯上，對本宮不敬，本宮杖斃他，只是以儆效尤。婆子用力吐出嘴裡的帕子，也不知道哪來的力氣上去抱住蘇貴人的腿，大聲哭嚎：貴人救我，公主殿下要將我活活杖斃，我跟了貴人這麼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啊！蘇貴人怒氣沖沖對我道：你怎麼能如此狠心？你知不知道香兒跟了我10幾年，我今天在這裡看誰敢動她？還有婉柔，她是你親表妹，千里迢迢特意來投奔你，你怎麼能把她趕出去？還不趕緊讓人把她請回來，好生給她道歉賠罪，就說你之前糊塗油蒙了心，不是故意的。我看蘇貴人你才是豬油蒙了心，本宮玉蝶上的母親是皇後娘娘，鳳印蓋的是中宮金冊，你一個貴人什麼時候成了我的母親？蘇貴人的臉從紅轉白，又從白轉青，她嘴唇哆嗦着，手指着我：你這不孝女，當初要不是我10月懷胎生下你，你能有今天的榮華富貴？如今攀上高枝了，就不認親娘了。我看了一眼這個算不上有姿色的女人，十分厭惡。若不是懷上了女主，她這輩子都只能做個下人。可她還嫌女主不是兒子，哪怕對蘇婉柔這個侄女都比對女主好得多。甚至曾經為了在皇帝面前露臉，居然提議把女主送到草原上，跟60多歲的可汗和親。還好被皇後攔了下來。何其狠毒，怎麼配稱一聲母親？我不想浪費口舌。來人，把這個下人杖斃！我一字一頓道：就在這裡，本宮親眼看着。你敢！蘇貴人尖叫，我身後的婆子立馬去找了行凳來和板子來，人多勢眾的直接把香兒拖了過去，壓在凳子上。香兒發出殺豬般的慘叫：貴人救我！蘇貴人氣得渾身直哆嗦。你怎麼敢？你怎麼敢？我垂眸，板子用了10乘10的力氣打下來。香兒一開始還在叫，到後來動靜越來越小，只是時不時在板子上抽搐一下。等幾十板子下去，她已經全无反應了。婆子探了一下她的鼻息，來回禀我：殿下，她已經死了。蘇貴人哀嚎一聲，撲倒在香兒身上，再回頭時已是滿眼怨毒。你這個畜生！她沒了理智，破口大罵：早知當日你生下來，我就該把你溺死在公桶裡。你要把誰溺死在公桶裡？我倆同時回頭，皇後滿面威嚴，帶着一群人出現在我身後。蘇貴人面色慘白，哆嗦着說不出話來。小貴人竟然要溺斃公主！皇后怒道：你這是藐視皇室，謀害皇嗣！蘇貴人已經嚇得動都不敢動了，撲在地上涕泗橫流。臣妾只是一時糊塗，皇後娘娘恕罪。啜兒！皇後頓了一下，扭頭看我：你覺得該如何處置？我知道皇後是怕我不高興，蘇貴人畢竟是我親生母親。以前皇後也知道蘇貴人欺壓親生女兒的事，幾次想為女主出頭，但都被女主求着勸下來了。幾次下來，皇后也恨鐵不成鋼，
不再多管閒事了。他這是怕我又要給蘇貴人求饒。蘇貴人看向我，眼裡迸發出戚戚的光芒。公主，你幫我求求皇後娘娘，我只是一時糊塗，我可是你，我怎麼會害你呢？我垂眸看着他，他擠出一絲討好的笑。我淡淡道：回禀母後，謀害皇嗣，按律當斬。你敢？蘇貴人尖叫起來，我要見皇上，我要告訴皇上，你這個不孝女要殺了親娘。住嘴！皇后身後的嬷嬷會意，衝上去給了蘇貴人2巴掌，她嘴角的血順着流下來，嗚嗚的說不出話來，眼睛死死瞪着我。皇後也愣了一下，似乎沒想到我會要殺了蘇貴人，她神色複雜的看了我一眼，眼裡似乎有些同情。我一愣，很快反應過來，皇後大概也知道蘇貴人平時對原身有多差，估計是覺得我被欺壓太久，終於發瘋，想嚇唬蘇貴人一下。但其實我是真的想殺了她，畢竟她是原身的親娘，也不是我親媽。我對她除了厭惡，沒有絲毫感情。蘇貴人藐視皇族，但畢竟沒有釀成大錯，死罪可免，活罪難逃。我會稟告陛下。他看了一眼流淚搖頭的蘇貴人，把蘇貴人打入冷宮，此生不得出。蘇貴人一下子癱在地上，連哭都哭不出來了。我沒再看他，跟着皇后回了宮，一直到皇后宮裡請安後，他讓我坐下。聽說你最近殺了一個侍衛。我點頭，回母後，那侍衛遇到刺客時把我推出去，我懷疑他和刺客是一夥的。他不是你小時候的玩伴，我記得你當初說你們情誼很深，為了救他，還特意求到我這裡，一個罪臣之後罷了，談不上什麼情誼。皇後滿意的點點頭，早該這樣，你之前就是性子太軟，過於善良，如今倒是長大了。我躬身，都是母後教導的好。好，他撫了一下我的頭髮，這才是我的好孩子，以後誰再敢給你氣受，就跟本宮說，本宮給你出頭。我笑了，多謝母後。在公主府門口看到蘇婉柔時，我還以為看錯了，她難道又不怕死了？在看到她身邊的人時，我就懂了。顧雀蘭大步上前，對我怒道：你怎麼能把婉柔趕出來？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在京城要怎麼生存？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找到她的時候，她正被一個乞丐欺負，若不是我去得及時，她……顧雀蘭指着我的鼻子道：我知道你是嫉妒我和婉柔的情誼，我告訴你，即使我迫於無奈娶了你，婉柔在我心裡也遠遠比你重要。她出身貧寒，卻心地善良，你雖是金枝玉葉，卻連她一根手指都比不上。我沉默了，在心裡問系統，這是男幾？系統這次知道好歹了，小聲央求，這是男2，重要人物，你千萬不能再殺他了。我看着顧雀蘭，挺拔如青松的少年郎，滿身的書卷氣，也怪不得是男2。顧雀蘭是上京趕考的書生，盤纏都被歹人搶走後身無分文，生了重病無錢醫治，昏迷在公主府旁不遠的小路上。是原主出府時看到覺得他可憐，偷偷扔了一锭銀子給他。顧雀蘭重病時也沒看清原主面容，只看清了原主裙子上的玉墜。他靠這锭銀子治好了病，參加了科舉，考上了狀元。打馬遊街時，公主眼見少年郎鮮衣怒馬，面若冠玉，第一次有了少女心事。皇後看出來後，主動告訴了皇上，本朝也沒有駙馬不得入朝的規定，皇帝就派人去問顧雀蘭是否願意。顧雀蘭沒有拒絕，然而他第一次去公主府時，卻見到了掛着那枚玉墜的蘇婉柔。那玉墜是蘇婉柔見了喜歡，問原身要過去的。顧雀蘭卻以為當初救他的是蘇婉柔，他對蘇婉柔動了心，向蘇婉柔袒露心意。蘇婉柔也沒有解釋，反而為了博取同情，向他訴說自己寄人籬下的不易。顧雀蘭在他的引導下，對公主善意全無，只覺得公主刻薄惡毒，不僅對原主橫眉冷對，甚至在皇帝死後，他直接給女主寫了休書，讓女主淪為全京城笑柄。系統顫巍巍提醒我，死的主角太多了，世界會崩壞的，你也活不下去的。原來是這樣，這是我的家事，也是我的府邸，與你何干？我實在不解，若你可憐他，自然可以把他接到你府裡照顧，為何要慷他人之慨？周圍有只敢在外圍看熱鬧的百姓指指點點，就是和人家公主都快成親了，還和別的女人不清不楚，所謂的狀元郎，好一個慷他人之慨，可不就是慷他人之慨？顧雀蘭面色一沉，婉柔是你表妹，你濫殺無辜，現在還把她趕出來，世界上怎麼會有你這樣鐵石心腸的女人？我笑了，我殺的那個侍衛與她有私情，你可知道？顧雀蘭一愣，看了蘇婉柔一眼，蘇婉柔哭着說，我沒有，你還往她身上潑髒水。顧雀蘭勃然大怒，你知不知道名聲对於一個女子何等重要？真是好歹毒的心思！我知道你就是嫉妒我對婉柔的心意。我告訴你蕭綽，我已經答應了婉柔會娶她做平妻，我永遠也不會喜歡你這種惡毒的女子，你死了這條心吧。我驚呆了，問系統，他不是瘋了吧？你們這個世界是正常世界嗎？系統小心翼翼道，有什麼不對嗎？我簡直氣笑了，他一個還沒官職的狀元，
當着公主的面大放厥詞以後要娶平妻，是嫌九族活的時間太久了嗎？系統沉默了許久，小聲道：“女主喜歡他，女主不會和他計較的。”我懂了，這群人就是仗着女主不會計較才蹬鼻子上臉。可惜這具殼子裡已經換人了。你既然不願意娶我，當初父皇派人詢問你的意見時，你為何同意？你可知不敬皇家，欺君之罪是什麼下場？來人！我指着顧闕蘭，把這個欺君罔上的罪人給我抓起來，本宮要親自向父皇稟報。我身後的侍衛已經習以為常，迅速把顧闕蘭按住了。顧闕蘭還以為我在嚇唬他，抬頭冷笑道：“你以為威脅我就怕了？蕭綽，你想用強權迫使我妥協？做夢！”我懶得給他廢話，揮手走。直到進宮後，顧闕蘭才反應過來我是認真的。他咬牙道：“蕭綽，你發瘋了不成？我何時欺君了？是你把婉柔趕出來，我才為他打抱不平。你憑什麼說我欺君？”再走幾步，他音量變低：“這不過是我們的家事，皇上每天憂國憂民，我們不為他分憂也就罷了，如何能去打擾皇上？”我微笑：“無妨，這也是父皇的家事。想來父皇看我這個女兒受委屈了，也不會覺得麻煩。”顧闕蘭姿態低了下來：“我與婉柔沒有什麼，只是覺得她可憐而已，你大可不必如此小題大做。”一邊的蘇婉柔也嚇傻了，被拖着哭哭啼啼：“表姐，我與駙馬間清清白白，我是你親表妹啊，姑母之前叮囑你要好好看顧我的，若是姑母知道了，她該多傷心。”“無妨。”我擺擺手：“你姑母上午因為藐視皇家已經被打入冷宮了，想來她不會知道的，知道了她也顧不得你了。”蘇婉柔徹底傻了，尾頓下來，被侍衛揪着繼續往前。剛到殿前，我醞釀了一下，大哭出聲，跑着進了殿。“父皇，父皇，您可要為女兒做主啊！”皇帝抬起頭，微微皺眉：“綽兒，你這是怎麼了？”“父皇，我很掐一把大腿，之前臣心儀顧闕蘭，怕他不喜歡臣，才讓您提前問問他，他當時也同意了的，而臣還以為他是願意娶我的。”皇帝震怒：“竟有此事！”我哭得鼻涕一把淚一把。他若早說心悅他人，而臣也不會強求，為何早有了心上人卻欺騙父皇？這豈不是……皇帝替我補上了我沒說完的話：“欺君之罪。”他冷冷看着顧闕蘭：“顧闕蘭，公主所說可有此事？”顧闕蘭面色一白，額頭沁出冷汗：“陛下，此事全是誤會。草民與蘇家小姐清清白白，只是曾蒙他所救，想要報恩而已。”“啊，他對你有何恩情？”顧闕蘭不太敢抬頭。草民高中之前曾經被歹人打劫，受傷後昏倒在街上，無錢醫治，是蘇小姐施捨了草民銀子，草民才得以存活，因此感念恩情。皇帝眯眼：“你既然昏倒，如何知道救你的是他？”草民半夢半醒間，曾見恩人身上有一枚玉佩，後面在蘇小姐身上見到，蘇小姐自己也承認了，此事絕對不假。草民不敢欺君，玉佩何在？他說着看向蘇婉柔：“你快把那塊玉佩拿出來啊！”蘇婉柔身體搖搖欲墜，死死咬着下唇。顧闕蘭催促道：“婉柔，你快把玉佩拿出來給陛下過目，好讓陛下知道我們沒有欺君。”蘇婉柔避開他的視線：“我沒帶。”“你分明帶了。”顧闕蘭急了：“我剛才還見到了。”皇帝看向蘇婉柔，蘇婉柔臉色慘白，只能掏出那塊玉佩。太監很快把那塊玉佩呈上去：“陛下請過目。”皇帝看了一眼，很快認了出來：“這不是綽兒的玉佩嗎？這還是他生辰時朕賞給他的，為何到了他人手裡？”蘇婉柔渾身顫抖起來。我哽咽道：“是蘇小姐前些日子說喜歡，而臣說這是父皇賜的。蘇貴人卻說蘇小姐是兒臣的表妹，一塊玉佩而已，說兒臣吝嗇，對家人刻薄。她哭着逼兒臣，兒臣實在沒有辦法。”我深深磕頭下去。皇帝顯然知道原身性格軟弱，知道這是原身會做出來的事，絲毫沒有懷疑。只有顧闕蘭怔住了，他猛地轉向我，聲音乾澀：“你是說這塊玉佩是你的？當時救我的人是你？”他激動起來：“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大太監怒喝：“大膽！一介草民，膽敢對公主不敬！”我沉默了一會兒，低聲道：“你從不曾告訴我此事。”顧闕蘭身體微晃，神情裡全是刺痛。皇帝冷笑一聲，他以前很賞識顧闕蘭，不然也不會讓他上主。可現在他看向顧闕蘭的眼裡卻全然是厭惡。玉佩在手裡，你便心儀誰？若是一個男人救了你，難不成你還要當托兒也不成？皇帝雖然對原身這個女兒沒多少感情，但事關皇家尊嚴，顧闕蘭敢打原身的臉，就是打他的臉。他猛地把玉佩砸在顧闕蘭頭上：“糊塗東西！你若是不想娶朕的綽兒，朕也不會強求，何必在答應後又和別人暗通款曲？你這是欺君之罪，罪該萬死。”顧闕蘭頭上的汗大滴大滴落下：“陛下恕罪，臣也是受人蒙騙。”皇帝冷冷道：“不必多言，拖出去砍了，3族流放，9族不得科舉入仕。”顧闕蘭臉色比死還難看，
聲音顫抖起來。陛下，他猛地回頭看我，眼裡再沒有了曾經的厭惡和冷漠，全然是哀求。殿下，我只是受人蒙騙，我一時糊塗，並非有意啊。我突然覺得很可笑，這些人都在肆無忌憚傷害女主，卻又在自己受到傷害第一個去求女主救自己。其實他們除了女主的心軟外，也沒什麼可以仗的。皇帝目光落到我身上，系統已經尖叫起來了。宿主，你不能讓女配男二死，他們是重要主角，男三已經死了，要是再沒了，他們這個世界會崩壞的。我擦了擦眼淚，父皇，顧雀蘭畢竟曾與兒臣有過婚約，兒臣也不忍心看他去死。顧雀蘭眼裡亮起了光，不如全家情字發配開礦好了，也能將功補過。開礦的都是重刑犯，環境惡劣，吃的更是豬狗不如。總而言之，比死了更難受。他曾經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狀元郎，一夕之間成為臉上情字的階下囚，落差之大，如何能受得了？顧雀蘭面如死灰，癱軟在地。至於蘇婉柔，我掃了他一眼，畢竟是兒臣血親，不如就入教坊司吧，也就是官窯。蘇婉柔兩眼一翻，直接暈了過去。我在心裡問系統，我是不是很仁慈，留了他們一命？系統流淚，謝謝你啊，代善人。皇帝嘆氣，你從小便心善，如此便依你吧。我笑起來，謝父皇。顧雀蘭離開京城那天，我去送行了。曾經風光一時的顧家人，全都成了階下囚。他母親老淚縱橫，跪倒在我面前哀求：公主殿下，求您跟陛下求求情，雀蘭是你夫婿啊，你不是喜歡他嗎？你跟陛下求求情啊。顧雀蘭看着他跪在地上給我磕頭的母親，眼睛一紅，他抬起頭看着我，眼裡再也沒有了曾經的傲慢，顫聲道：啜兒，這些都是誤會，你能不能幫我跟陛下解釋解釋？我母親年紀大了，怎麼能熬得過去？我看着她，突然笑起來。顧雀蘭，我有時候真不明白，我貴為公主，而你什麼都不是，你居然只仗着我喜歡你就敢這麼折辱我。除了我的喜歡，你又有什麼依仗？算什麼東西？我湊到他耳邊，輕聲道：如今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你的前途無量，你母親父親的安享晚年，只因為你的愚蠢，全都沒了。從此以後，你不再是風光無限的狀元郎，你是受人鄙夷的階下囚，是全族的罪人。哦，對了，你還不知道吧？你老家把你從族譜除名了。顧雀蘭渾身顫抖起來，面色慘白。不，我直起身，笑得燦爛。你這個蠢貨！說着，我轉身離開，身後傳來顧雀蘭泣血般嘶啞的哀嚎。不，殿下，蘇婉柔被人救出去了。丫鬟抬頭看了我一眼，小心翼翼道：聽說是裴公子親自去救的。裴瞻，我閉上眼。這是目前出現的第3個男性角色，也是真正的男主。相比於之前男2、男3，這個裴瞻才是真正的狠人。他是聖國皇子，聖國兵敗成為大夏後，他只身入夏成為质子，從9歲開始，一待就是16年。皇帝把他就近放在宮裡，說是和其他皇子一樣看待，其實不過是軟禁他罷了。宮裡人拜高踩低，裴瞻在大夏的這些年受盡冷眼，甚至吃不飽穿不暖，是女主看他可憐，出宮前一直偷偷給他送吃的用的。在皇兄欺負他的時候，壯着膽子幫他說話。裴瞻一直對女主很好，長大後對女主處處照顧，每次出宮都会給女主带他最喜歡的糖葫蘆。女主一直叫裴瞻裴哥哥，還真當他是哥哥。但裴瞻只是利用女主打探朝堂消息而已，他私下一直收買朝臣，厲兵秣馬，終於有一天深夜造反，殺進了皇宮。當時還是蘇貴人給皇帝出主意，說女主和裴瞻青梅竹馬，感情甚篤，不如以女主威脅他退兵。皇帝本來就對這個女兒沒太多感情，慌亂之下也同意了。只有皇後一直不肯，可惜皇帝心意已決，讓人把女主綁在城牆上，威脅裴瞻退兵。裴瞻只是冷笑一聲，一劍洞穿了女主肩頭。後來裴瞻登基稱帝，殺了女主全家，只留下女主折磨泄憤。可憐女主親眼看着往日最親近的裴哥哥殺了他所有家人，為了折辱自己，他甚至把他沒名沒分地留在後宮裡洩慾，還把蘇婉柔也內進後宮。蘇婉柔對女主百般折磨，讓女主千金之軀給她打水洗腳，白天還要洗刷宮桶。也就是在這時，女主發現自己懷了身孕，只可惜她還沒來得及告訴裴瞻，此事就被蘇婉柔知道了。為了謀害這個孩子，蘇婉柔誣陷女主給自己下毒。裴瞻得知後大怒，生生打斷了女主的雙腿，女主也因此流產，從此成了跛子。那之後女主就經受不住，徹底瘋了。她身子一天比一天差，臨死前她的神智徹底模糊，記憶停留在了幼時。裴瞻終於放下了對女主的仇恨，他去看女主，女主驚恐後退。裴瞻急道：我是你裴哥哥。女主搖頭流淚道：你不是裴哥哥，裴哥哥對我最好了，他會給我買最喜歡的糖葫蘆。裴瞻心內大痛，
終於後悔自己對女主太過分。之後的每一日，他都會帶糖葫蘆給女主，可女主還是在肝腸寸斷後心衰而死。死後，所有人都開始後悔了。裴瞻追封女主為皇後，一夜白頭。幫助裴瞻造反的顧闕蘭也恨裴瞻殺了女主，開始處處和裴瞻作對。他在女主曾經最喜歡的桃林裡給女主立了衣冠冢，上面刻着愛妻啜兒。陸直則偷走了女主屍骨，隨身攜帶，浪跡天涯。劇情到這裡就結束了。系統驕傲道：“怎麼樣，情緒拉扯很足吧？這可是我們最好的追妻火葬場劇情了，大家都很喜歡呢。”我垂眸笑笑沒說話。裴瞻，他已有取死之道。找到裴瞻時，他正在練字。你把蘇婉柔就走了。我開門見山，從頭到尾，裴瞻對蘇婉柔都沒什麼感情。他留下蘇婉柔，不過是知道女主不喜這個表妹，用蘇婉柔來折辱女主罷了。原劇情的最後，裴瞻追妻火葬場後，也把蘇婉柔做成了人質泄憤。這個人愛的，從頭到尾都只有他自己。裴瞻朝我笑笑，她不是你表妹嗎？去了那種地方，我怕會影響你的名聲。我剛買了糖葫蘆，嘗嘗。他說着，親手取下糖葫蘆，也不在意糖稀弄髒了他修長白皙的手指，嘴角含笑。不得不說，不愧是男主，這賣相是真好，芝蘭玉樹，看着真是一派光風霁月，笑容裡滿是溫柔真誠。也怪不得女主傻乎乎把人家真當了哥哥，最後被賣了還在幫人數錢。就說這糖葫蘆，10年如一日堅持，女主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有，一般人哪有這種耐心？他不成功誰成功？見我沒接，裴瞻笑意輕緩，是我救了你表妹讓你不高興了，那我就把她送回去，我也都是為了你而已。我微笑，不必，既然你把她帶回来了，就好好幫我養着她吧。我掃了一眼桌上，裴哥哥，你在練字？裴瞻不着痕跡地把桌上一封信收了起來。是啊，還沒收拾，有些亂，你要不要一起？好啊，我就坐在他桌前看他練字。裴瞻何等謹慎，每日飲酒作詩，踏青文會，一副卓氏家公子不染紅塵的樣子，連皇帝都被他騙了過去。哪怕對女主，他也隱藏得滴水不漏。一連去了他那裡1個月，我也沒抓到任何他謀反的證據。不過好在我知道劇情，從他登基後提拔的人來推斷，也大致能知道誰現在就和他有勾結。我開始親近皇帝，每日做了羹湯給皇帝送去。皇帝一開始對我不冷不熱，原身性格懦弱內向，從不出眾。他對這個女兒也沒有什麼感情，但我堅持天天去，特意找太醫院的人學了按摩手法，在皇帝頭疼時給他捏頭皮發。人心都是肉長的，時間久了，皇帝看我的眼神裡也帶上一絲溫情。一次看完奏折後，他大怒着把桌上所有的東西掃到地上，喘着粗氣道：“放肆！一群混賬！朕遲早要殺了他們。”皇帝年邁昏聵，朝堂混亂，不然也不會讓裴瞻有可乘之機。如今四處都有反叛，曾經的附屬國虎視眈眈，民不聊生，烽煙四起，朝臣結黨營私，都在勸皇帝早立太子。皇帝深感年邁體衰，兒子卻越來越年輕力壯，對立儲的事情愈發惱怒。他們都希望朕早點去死。啜兒，皇帝扭頭看我，神色陰沉，你是不是也覺得朕應該早些立儲？你希望朕立誰為太子？我心內一震，面上不動。父皇春秋鼎盛，何必急着立儲？兒臣覺得每位哥哥各有長處，但畢竟太過年輕，如何擔當大任？我走過去，輕輕揉着皇帝的頭，不過是群迂腐不化的老東西，父皇又何必聽他們嘮叨？要兒臣看，父皇還年輕力壯，這天下的大船也只有父皇能把握航向，天下的百姓也只愛戴擁護父皇，您大可不必這麼早談立儲。皇帝頓了一會兒，我能感覺他緊繃的身體終於鬆弛了下來，他長嘆了口氣，還是女兒好啊。從那以後，皇帝的身體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他不知道，他身邊最信任的大太監早就被裴瞻收買了，每日給他在膳食裡下無色無味的毒藥。我並沒告訴他，對於一個能把自己女兒綁在城牆上用來威脅別人退兵的父親，我實在沒什麼可同情的。而且一個生病的皇帝，比一個健康的皇帝對我來說更有用。皇帝開始頭暈眼花後，不再自己看奏折，而是讓我每天幫他念奏折，甚至會讓我幫他批閱。我是公主，他不會忌惮我。而且皇后膝下唯一的皇子大皇子，早年征戰時被人暗害斷了一條胳膊，沒了繼位的可能。這些年皇后從不過問朝政，大皇子也縱情山水。對於皇帝來說，我這個皇后膝下的女兒確實是最可以讓他放心的人了。我以為事情進展得無人知曉，直到有一天，皇后把我叫到了宮中，她平退了所有人，問我：啜兒，你到底想做什麼？我低頭恭順，我想做什麼，母後應該清楚。皇后緊緊捏住椅子扶手，你哥哥已經是殘廢，他繼承不了大統。我恭順道：哥哥沒了，還有我。屋裡寂靜無聲，落針可聞。許久後，
皇后死死盯着我，一字一頓道：“你瘋了啊！啜兒，你是公主，你是……”我知道她想說什麼。你是女子，女子如果做得了皇帝，我猛地抬頭，公主又如何？皇子又如何？母親，您曾跟着祖父征戰四方，屢立奇功，若不是先皇命你入宮，你能創下何等功績？您曾率領3000鐵騎踏平巴圖布赫營帳，生擒可汗和他的7個兒子，男人可能立下這樣的戰功。屋裡沉香裊裊，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回盪在這死寂的深宮。如今您被困在這磚牆之內，如同籠中鷹筍，您難道就不曾後悔過嗎？後悔過嗎？悔過嗎？回音環繞，皇後怔怔地看着我，她張了張嘴，似乎是想說些什麼，但最後她什麼都沒說。我並不覺得失望。女子稱帝在這個時空是從未發生過的事。皇后雖是將門之後，這個想法對她來說也實在驚世駭俗。來之前我就知道我可能說服不了她，但我也知道她不會出賣我。原劇情裡，女主被綁在城牆上時，只有皇後拼死要救她。我也知道皇後手裡有外祖留下的一隻鐵甲衛，曾經是她的親衛，這些年一直分散豢養在城郊別莊裡。鐵甲衛只有皇後可以命令，是她父親留給她的保命符。這麼多年，連皇帝都不知道鐵甲衛的存在。原劇情裴瞻造反，囚禁女主後，皇後曾經試圖營救過女主，只可惜那時裴瞻大勢已成，回天乏術，皇後沒能救得了女主。鐵甲衛最後拼的只剩下110人，拼死護送皇後離開了。我知道皇後對這個自小養育大的女兒有很深的感情，我深深鞠躬。母後不必擔心，此事臣一力承擔。若是將來臣贏了，必尊您為太後；若是敗了，而臣會留下遺書，自述此事從頭到尾和您沒有牽連，自刎了結。說着，我轉身就要離開，卻在邁出宮殿時，聽到身後傳來的聲音。皇后似有疲憊，聲音很輕又很重：“你外祖臨走前給我留下5000人馬，這是調動他們的符令，你拿走吧。”我扭頭，他朝我伸着手。偌大的宮殿裡，只有一束冰冷的陽光照在他掌心上，那裡正躺着一枚銅色的虎符。有了皇後的幫助，我在朝堂上的活動更加如魚得水。皇后母族雖然早就交出了兵權，畢竟多年經營還是有些根基。當年外祖一手舉薦的很多朝臣都私下和皇後有聯絡，只是皇帝並不知道。裴瞻的毒每日積累，皇帝身體日漸孱弱，他對正值青壯的皇子猜忌到了頂峰，唯獨對我這個哥哥殘疾、母族勢弱的公主愈發信賴。我每日去幫他批奏折，手早就伸到了朝堂之上。裴瞻也不知道他是個聰明人，但過去和原主相處多年，對原主的了解讓他從來不曾警惕過我。即使他發現了，恐怕也不敢猜測我的謀劃。又一次去找裴瞻時，他不在，我跟管家說在屋裡等，等了一會兒還沒等到，乾脆就進了後院，卻正好碰到了正在花園裡賞花的蘇婉柔。她身着水紅錦緞百蝶穿花襦裙，頭上是一整套寶石頭面，華麗非常。看來裴瞻還真挺喜歡我這位表妹。一見我，蘇婉柔再也沒有了曾經的惶恐，她得意地看着自己染了丹扣的指甲。殿下沒想到吧，我會被裴公子救到這裡來。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過得不錯，那是自然。裴公子說很喜歡我，還要給我個名分呢。我沒說話。蘇婉柔把我的沉默當成傷心，勾唇道：“啜兒，你貴為公主又怎麼樣？你喜歡的男人沒一個喜歡你，哪怕你用強權去壓迫他們，他們喜歡的還是都是我。”他越說越開心，步步逼近，帶着恨意和快感。你以為裴瞻就是喜歡你嗎？你知不知道，他每次說親手給你買的糖葫蘆都是下人買的，你每次走後，他都會厭惡地去沐浴。他根本就不喜歡你，你這個蠢貨，沒有男人喜歡你，那又怎樣？我平靜道。我為何要男人喜歡？我貴為公主，想要什麼就有什麼。男人的喜歡能給我帶來什麼？蘇婉柔一滯，隨後咬牙道：“你別強撐了，一個沒有男人喜歡的女人有多可悲，你自己心裡清楚。”我淡淡道：“我不清楚，有沒有男人喜歡我都是公主。表妹，我勸你還是對我恭敬一些。若是我去稟告父皇裴瞻私藏官妓，你們兩個恐怕都沒什麼好下場了。”蘇婉柔面色一變：“你不會的，裴瞻對你那麼好，你怎麼捨得？”我笑笑。我已經送走2個男人了，我捨不捨得，表妹恐怕是最清楚的。蘇婉柔大概這才反應過來，我已經不是從前那個啜兒了。她眼裡流露出一絲後怕，正想說話，身後卻突然傳來裴瞻的聲音：“說什麼呢？”我回頭，裴瞻走了過來，不着痕跡地把蘇婉柔護在身後。“你們姐妹倆說什麼提及話呢？”她伸手拉過我：“我剛給你買的糖葫蘆，多加了你最喜歡的糖稀，跟我去嘗嘗。”蘇婉柔也知道裴瞻是在給她解圍，在他身後對我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我沒爭辯，順從地跟着裴瞻離開。沒記錯的話，
穿起來的虎符在衣服裡摩擦着脖颈，我隔着衣服輕輕捏住，沒記錯的話，今晚裴瞻就要造反了。沿街火把像是燃燒着的龍，火星被大風吹起。裴瞻帶領的禁軍很快攻到了最後一道城牆下，皇帝站在城牆上，怒不可遏地指着禁軍首領王威：“朕待你恩重如山，你居然背叛朕！”王威面無表情：“陛下，臣本就是裴殿下的人，忠於自己的主子，談何背叛？”皇帝色厲內荏地對裴瞻喝道：“爾等反賊豈敢謀逆？難道就不怕這天下人口誅筆伐嗎？速速退兵，朕饒你不死！”見裴瞻沒反應，他又懷柔道：“你來大夏這些年，朕待你不薄，朕的皇子公主也跟你親如兄弟，你為何要造反？”裴瞻冷笑：“你是指冬天把我推進池塘打賭，看我多久會死的皇子，還是逼我學狗叫的皇子？”皇帝語塞，皇子們年幼時對於裴瞻的戲弄，他大概也有所耳聞，只是裴瞻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质子，他懶得去管罷了。那朕的綽兒呢？綽兒總對你情同手足吧？他對你是真心的。這下輪到裴瞻沉默了，他冷冷地看了皇帝一眼：“陛下身邊有奸臣，臣只是來清君側罷了，還請陛下打開宮門，不然臣就只能強攻了。”誰都知道清君側只是一個借口罷了。危急關頭，有人看到了剛趕來的我，冷宮在混亂中無人把守，趁亂跑出來的蘇貴人指着我興奮道：“陛下，裴瞻和綽兒自幼一同長大，青梅竹馬，不如把他綁在城樓上逼裴瞻退兵，他一定會妥協。”皇后怒喝：“虎毒尚不食子，她是你親生女兒！”蘇貴人聲音尖利：“臣妾也捨不得，可是為了陛下，為了陛下的江山，臣妾不得不捨棄自己的親生骨肉啊！”皇帝有些猶豫地看向我，這輩子我陪了他那麼久，他對我終究是有些感情了。我靜靜回望着他，片刻後，他閉上眼，揮手道：“把公主綁上城牆。”我笑起來，晚風烈烈，我的髮髻被吹散，紛亂的頭髮擋住了我的眼睛。我揮了揮手，一支暗箭從我身後的黑暗處發出，正中皇帝心口。皇帝雙目圓瞪，呵呵喘了半口氣，直直向後倒去。他身後太監驚叫：“陛下，逆賊刺殺皇上，隨我護駕！”我的聲音響徹在夜空裡，在所有人震驚的目光中，我身後傳來了整齊的腳步和廝殺聲：“殺啊！誅殺逆賊！隨殿下護駕！”皇後的鐵甲軍殺進戰場，曾經征戰沙場的士兵身上是帶着血氣的。裴瞻雖然早有謀劃，但禁軍到底從未上過真正的戰場，沒多久就被鐵甲軍大破，丟盔棄甲。我登上城牆，鐵甲軍將領快步上前，單膝下跪：“殿下，群龍不可一日無首，現在只有殿下能為陛下復仇，請殿下登基吧。”所有人嘩然。蘇貴人指着我：“她一個女子，怎麼可能當皇帝？你瘋了不成？”趕來護駕的大臣也紛紛指責：“牝雞司晨，天下大亂，女子怎麼能登基？簡直是荒謬。”也有我的幕僚為我說話：“皇子難堪大任，今夜若不是殿下，這天下都要換了姓。為何殿下不能登基？殿下力挽狂瀾，胸懷天下，得臣民愛戴。若是陛下還在，想必也會傳位於殿下。”荒唐，從來沒有傳位給公主的先例，這不就有了嗎？一個姓石的御史走出來，指着我痛罵：“公主怎麼能壞了祖宗規矩？私自養兵已是大罪，還不快把虎符交給皇子，退下認罪！”哦，取死之道！我抽出鐵甲衛的刀，一刀砍掉了他的頭，血濺3尺。石御史的腦袋滾落在地，眼睛裡閃過一絲茫然。石御史君臣情深，已追隨父皇去了。我掃了一眼在場所有人，還有誰想為父皇殉葬？所有人目瞪口呆，鴉雀無聲，只有衣袍獵獵。片刻後，左相先站了出來，他是皇後的人，他跪在地上大聲道：“陛下乃是天命所歸，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有人也跟着跪下了。慢慢的，跪下的人越來越多，我面前沒再有一個讓我仰視的人。蘇貴人身子一軟，癱在地上。城牆上山呼海嘯：“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城牆下，裴瞻已被押解，他抬起頭，難以置信地看向我。我走到皇帝身邊，輕輕撫住他睜着的雙眼：“父皇，朕會替你復仇，安息吧。”再見裴瞻時，我已經徹底坐穩了龍椅。裴瞻比我想象中好一些，即使身在大牢，他也沒那麼狼狽，維持着他的風骨。一見我，他並沒求我放他出去，只是垂眸道：“綽兒，這些日子你還好嗎？”“不是很好。”我說的是實話，最近殺的人實在太多了。父皇獨自一人在地宮裡，怕是寂寞，我讓蘇貴人去地下陪他了。我來得太晚，雖然在皇後的幫助下，在朝堂有所經營，但還是有很多反對的聲音。還好這些聲音殺着殺着就少了，再多殺一些就沒了。我不在乎史書怎麼寫我，弑父或是篡位，我只知道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裴瞻苦笑一下，伸手從欄杆處握住我：“你受了很多苦吧？
你這樣良善溫軟的性子要做到這一步一定很痛苦。是誰在逼你？皇後還是大皇子？他還是不信我敢謀朝篡位？啜兒，他看着我，眼底一片心疼。我很想幫幫你，我知道這擔子對你來說太重了，你放我出來，我可以幫你。我彎了彎眼睛，是啊，當皇帝孤家寡人實在高處不勝寒，不如我放你出來。裴哥哥，你來幫我做這個皇帝好不好？裴瞻一頓，其實我造反都是被逼的，我對這個位置從來都沒興趣，但我很心疼你，我想幫幫你。他手指用力，聲音難以抑制，帶上一絲急切。若是他日我當了皇帝，你就是母儀天下的皇後，我們共享這天下。哈哈哈，我實在沒忍住笑出了聲，擦了擦眼淚道：裴瞻，我以前沒看出來，你還挺幽默。其實我早就知道你要造反了。我湊過去輕聲道：你知道我為什麼沒拆穿你嗎？他難得愣住了，我嘴角帶上一絲嘲弄，經房森嚴，若不是你，我就憑那5000人怎麼可能成功？謝謝你多年努力為我做嫁衣，裴哥哥。裴瞻怔怔看着我，他下意識後退一步，像是我突然變成什麼怪物。我看着他，這個身處囚籠的男人，再也沒了原劇情裡對女主強取豪奪的高高在上。他生生打斷了女主的腿，留了女主的孩子，搓磨死了女主。如果說男二男三只是渣男，那他就是畜生不如。最後他的結局是什麼來着？哦，後宫佳丽3000，卻孤家寡人一生。何等諷刺的追妻火葬場！女主只是失去了身份、家人、尊嚴、孩子、健康和生命，男主可是失去了一生之愛啊！我死死盯着裴瞻，一字一頓，終於滿意的在他眼裡看到了肝膽俱裂。來人，把他給我做成人質，放進宮房裡。男主不是不能死嗎？那就给我長長久久的，生不如死的活着吧。裴瞻被我做成人質放在廁所裡，蘇婉柔就擺在他旁邊。往後他們可以好好在一起了。登基後半年，太后催我擴充後宮，我答應了。1個月後，我的後宮多了幾十個男人，個個都是世家貴公子，英俊風流，不比男主差多少。當男人成了妃子，也開始爭奇鬥豔，爭寵吃醋。果然，女人只是一種地位。不過現在系統想要幾個男主都行了。上朝前，我一個人在大殿上站了很久，透過大門，我能看到深深的宮牆和那之後無盡的土地。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那都是我的天下。我在心裡對系統道：謝謝你。系統沉默許久，你什麼時候發現的？登基以後，我做了個夢，夢裡所謂的原劇情不再是腦海裡的一行字，而是成了我親身經歷。醒來後，恍如隔世，我終於想起來，那些所謂的原劇情從頭到尾都只是我的記憶，那是我上輩子的經歷。那個被護衛背叛，被夫婿休棄，被竹馬殺害全家，打斷雙腿，淪為洩慾工具後失去自己孩子，最後瘋癲驚恐而亡的人，從頭到尾都是我。而這一切只是因為我是所謂追妻火葬場的女主，作者毀了我的一切，卻在我死後給了我男主的愛，以此作為補償。可我不甘心啊，我不甘心失去一切，我不甘心死得這麼窩囊，我不甘心我人生存在的所有價值竟然只是為了所謂輕飄飄又虛偽的愛，我不甘心。還讓我感覺不對的是，從頭到尾，我一個追妻火葬場女主幾乎把所有男角色都滅了，系統居然只是輕飄飄說了我幾句，一點真正的懲罰措施都沒有，這不對勁。為了讓我重生，你付出了什麼？系統過了很久才回答我，這些年做任務的所有積分，我覺得你是個好人，你的人生不該這樣荒謬的停止。我曾經跟主神說過，這樣不對，可他跟我說這是你自己選的，路都是你自己走的，你一直渴求的都是被愛，才會淪落至此。求人得人，最後你得到了愛，不好嗎？我說你只是被騙了，你只是沒接受過別的教育，你只是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很多比虛無縹緲的愛更重要的東西，比如尊嚴，比如權利。我用所有的積分跟主神換了一次機會，讓你去另一個時空接受不一樣的教育，再回來重新經歷一次。他跟我賭，如果你能走向完全不一樣的人生，就把我所有的積分都還我。如果我還是做出了一樣的選擇呢？系統笑笑，故作輕鬆道：那我就会被抹殺，反正這麼多年我也早就累了，不玩就不玩了唄。不過我沒想到你會這麼爭氣，看來我還得繼續做任務去了。我看着大殿外的朝陽，謝謝你。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重複謝謝你。我曾經的人生支離破碎，我以善意面對這世界，換來的卻是無盡的背叛。我所渴求的愛不過是空中樓閣，最後害我墜入深淵，而到底還是有善意的。這份恩情我無以為報。系統電子音裡帶着一絲愉悅的不捨，以後好好的，我要繼續做任務去了。我點頭，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最後一聲低後，陪伴我幾十年的電子音徹底消失，身下龍椅冰涼，我握緊扶手，大臣從兩側魚貫而入，
跪在地上，吾皇萬歲萬萬歲！我目光掃過大殿，殿外朝陽升起，平身